从远处就看到一个很鲜艳的绿色，荧光绿，像草绿色 evergreen 这样货柜慢慢驶进来，然后看啊，来啊，哦，跟他那个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开始开箱嘛，打开货柜，日本人这个怎么拉出来？整个气球那么饱满。后来他就看到我们拉出来，我们教他，然后把那个毡帮下面一个木头拿出来，钢起存的来，然后整个抽出来。那日本那时候看到就说，プロ级的柚子。刚开始拆柜的时候，他发现高度是不够的，最后想到说，我们既然台湾人竟然有办法，那个木栈板可以做的那么弹性，还可以把脚卸掉。然后整个在拉出来之后，作品上面又写个斗大的 Made in Taiwan。当下想说，哇，人家觉得你们是 Polo 级的，然后作品又是 Made in Taiwan， 然后整个进场的时候 Evergreen， 所以对头到尾看到的都是台湾，来自于台湾，就觉得说，不止我们觉得很棒，连日本也是觉得你 Polo 级的，就很开心。在日本看到自己长隆，咱家己国产的货柜，家己的品牌，自己的好朋友艺术家，来到日本这样子，算发扬光大特别高兴这样子。宇部奖，我知道它是有记录以来，它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雕塑奖。长潘美术馆的壁面上就大字，每2年会有一次，它是双年展，然后去做一个国际的征件。那在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艺术家、不同风格作品，去挑选15件作品来给一个放大的设置权。我第一次获得宇部奖是就第28届，那我作品名称叫 Dream Capture 追梦人。那刚好那时候是配合东京奥运，每一个选手就是像这样去追梦一样。我把自由的云，还有鱼在悠游的动作，跟一个人物里面去看见什么那种自由的一个体态，把它一个意象。因为朋友说，一定要带家人去，然后我那时候就带了我老婆跟我3个小孩，那2个小男生有来，然后我女儿也觉得没什么，她说没关系啊，爸爸下次再一起去啊，下次再去。我说到我家喝第二，下次又要一起去。那这一次呢，第30届呢，我等于是台湾来第一次获得2次可以获得设置放大权的一个资格。好，那这次的一个主题叫 Free Air。那我想法就是，简单讲，它是一个自由的空气。那在这个自由的城市里面去开始真的出来想法一个作品。观赏的映射在这个空中泡泡之后，你会感觉你更自由。其实宇部是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工业城市。那我想说，我用一个工业的造型的一个器皿、钢瓶来开始，然后这个城市因为多了很多绿美化跟艺术品之后，让整个街景感觉很自由。所以我是希望这个作品的时候，那时候就想说能够映射周遭的环境，然后一起去诠释这个整个一个自由的一个意象。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说，哇，好多事情要做，因为你就一直很多想法、很多创意，然后一直源源不绝，都还没去做，然后新的创意又来了，就觉得那朋友跟我聊天就说智多星，因为就是想法很多，就这样子。那我就是希望能够慢慢的把那些想法慢慢的一个一个实现吧。
はですね、どうですか？見えますかね？今参道かなり熱くなっているのが。Japanese construct トイレ飯だっていう。台湾からの材料です。台湾からの材料です。First, we designing computer. And其实画画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讲文如其人嘛，哈，画如其人，就是你要对这个你的作品有情感的投入，这个东西才会有个性嘛。对世界的观察，我们对我们人生活的一些体会、一些体验，然后你就念到这首诗啊，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感慨也好，或是说你对有一些是有点积极又有点消极之间这样子，它是展现我这个人的一个我自己觉得我很美好的一部分。那你在这方面你有心得，你希望分享给大家，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我就觉得人生在生命之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啊？有什么事情是该做没去做了，或是回顾自己的人生啊，种种。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创作呢，就是或许是我自己的一种内心的探索，然后转嫁的这个女王。死亡其实并不可怕只要人对你思念其实你就是已经算是精彩的活着了。然后不管是把它留下来做一种见证，或是对自己的一种记录吧，对生命最后的一个记录。对，我觉得想做就去做吧。对，我觉得梦想永远是会实现的。当我自己把我自己放得越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画出来的猫反而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真实，是我自己心里想要的感觉。在疫情这2年创作的时候，就是我在想说，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祝福？在猫的头上长的角代表福禄寿，我想要给予福禄寿的祝福，就是在心灵脆弱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应该是增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能量起来，心灵具足的时候，就是你也可以当别人的贵人。就有一句话不是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吗？所以这里就蝴蝶也就来了的意思。创作其实我觉得不要有太多的就是一定要怎样。对我来讲，艺术创作其实就是一个自由的表达自己心灵的感受，对，所以我会觉得也很疗愈心灵。
谢。